聂隐一路策马狂奔，京城戒严，到处在查逃窜的余党。因为华夫人有同谋之名，府中上下也被关押追查。为掩人耳目，聂隐不得不乔装打扮混入城中。有道是风声鹤唳，经过晋王爷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叛变，此时的京城更不复往日的繁华。街上寥寥数人也是匆匆而过，便连昔日最为热闹的城中大酒馆也不得不低调地扮演上大门。华府的大门紧锁，门前一片狼藉，白色的封条刺痛双眼。聂隐一身缩力站在门外，迟迟无法相信。他曾想求当初与他相处甚欢的一些友人帮忙，结果无人肯见，甚至还差点被揭穿引火上身。也仅仅是3天时间，聂隐看透了世间的冷暖。本该与他一道去咸阳的管事追了上来，并找到他，终于说出了其实华夫人早已知道晋王爷的野心，可惜当年为找回儿子，他什么都不管不顾。他明白再与这人牵扯下去不会有好下场，才会为确保万一，先撇清娘家那边的关系。如今他想求个全身而退已是艰难，所以在寻回聂隐时，他便开始偷偷另置产业，打算把他能给的一切全留给儿子。本来还想和聂隐多多相处一段时日，奈何晋王爷已经等不下去，买通宫中的太监给皇帝下药，勾结禁军统领叛变逼宫，管事让聂隐离京越快越好。华夫人留给他的财产足以让他丰衣足食过上几辈子，而且这也是华夫人的意思，让他的儿子好好的活下去。聂隐没走，他在策划一件事，劫狱。母亲的罪名已被坐实，其他的办法已然不可能救他出来，这个是唯一的可行之计。管事听他说起这件事时十分震惊，可却无法劝说这位脸上只有义无反顾的主子。在华夫人被问斩的前2日，聂隐摸黑行动，他的身手敏捷的非一般人能比。戒备森严的锦衣卫大牢，他来去自如，无人发觉。看过从别人手中买来的大牢结构后，聂隐很快便来到关押重犯的牢中，也很快找到了自己的母亲。然他所看到的一幕却令他的血液倒流，肝胆寸裂。他的母亲正被大牢里的一帮禽兽凌辱，他们还在笑，说京城最美的女人滋味如何，年纪虽大，却方颜不老，皮肤细腻，就这么死了，可惜，不如让他们玩玩，毕竟是王爷的女人，曾经是连想都不敢想。母亲的双眼半合，没有一丝光亮，也许这一刻她还在呼吸，但她的心已经死去。聂隐疯了，他失去了理智，他不知道他怎么冲了进去，怎么撕裂这些人的身体，怎么救出母亲，为他披上衣裳，跪在血泊之中，哭着抱紧他。娘！聂隐浑身在颤抖，一颗热泪滴在母亲的脸上。他死去的心又开始跳动，艰难地睁开眼睛，看清他的脸，笑了，依然是如此的慈爱和温暖。儿子，娘，不要报仇，也不要恨，好好的活下去。娘。聂隐已经泣不成声，母亲的体温在自己怀里一点一点流逝，他好怕，好怕，泪水控制不住，一颗一颗的落下，浸湿母亲温暖的脸。娘，不要离开，不要离开。不会离开，娘会在你身边，一直在你身边。闻声而来的狱卒
把监狱照得灯火通明。倒在地上被生生撕裂的尸体和溅满墙壁的血液让他们惊慌，却没有人能逃。一夜之间，整个大牢横尸遍布，没有谁能活着逃得出来。等外头的人进去时，一地的碎尸和血腥让人腿软想吐。只有这些已死的人才知道，生前他们遇上的是多么可怕的事，也只有他们才看到，杀红眼的恶魔怀里的女人永远凝固在唇边的温柔的笑。准备返回渡厄，路也走了将近一半的任鹏飞获知消息，紧赶快赶，终究还是慢了一步。等他站在京城的街道上时，仅因为大牢发生的事情已经传遍京城，而杀人者已不见踪影。任鹏飞不知道自己站了多久，等他醒来时，天空下起了小雨。他望向乌云厚重的天空，没有离去。江南，偏安一隅，占地为王的逍遥堂堂主抱着个美人正在床上逍遥快活。眼看美人衣裳褪尽，露出香嫩胴体，他心痒难耐的正要提枪上阵时，不识相的属下砰一声撞开门扑在地上。堂主，不好了，大事不好了，堂主！只差临门一脚便被打扰，这种打击比早泄还可恨。逍遥堂主额上青筋，身边实在没武器，抓起一个枕头就冲属下砸去。大事不好啊，堂主！冲进屋里的人险险避开枕头，一脸的惊恐。有人闯入总堂，快要杀到这！一把长剑自背后穿透这名属下的身体，随后反手一提，化为土尽的人的上半身连同脑袋便一分为二，倒在地上，血溅当场。逍遥堂主床上一身赤裸的女人被这一幕吓得花容失色，尖叫不止。真吵！一声微哑的低喃之后，长剑凌空而出。之前还在逍遥堂主怀中扭动撒娇的女人，眨眼被剑穿过胸脯，钉在了床上。逍遥堂并不是什么名门正派，但也未作恶多端到令人发指，顶多是占个小山头，不时骚扰一下周边的小老百姓和江湖上一些不入流的门派。逍遥堂主李逵自认不是什么好人，手上也沾过不少血腥，算是见多识广了。可今天的这一幕震得他半天没回过神，甚至在看着不远处的那个人时，头皮莫名一阵发麻，一只手偷偷摸进床单下面。你是谁？李逵故作镇定的道：阎王。一身血腥的不速之客露齿一笑，似喋血欲狂的魔，叫人心惊胆战。你李逵发现他的声音竟在发抖。你要干什么？来者举起手，扯出一块手帕，慢条斯理地擦拭上面的血渍，声音淡淡：杀了你，取而代之。你去死吧！李逵双目一瞪，怒吼一声，一把抽出藏在床下的软剑，挥舞着剑花扑向手无寸铁的男人。李逵的成名武器便是这把软剑，比蛇还柔软，比泥鳅还刁钻。只要他使出全力，在江湖上排得上名的高手也不敢夸口说能一举拿下。这人能一路杀进来，证明他确实有几分能耐。可是李逵不是他手底下那些只会三脚猫功夫的下属，且这个人肤色白皙至极，一脸难掩的病态，看起来没什么力气，打了这么久肯定也累了。李逵的突然一击，他自己有70%把握，他认为只要拼出全力，打不过至少还能逃。可在李逵的剑眼睛就要刺进这人的身体里时，只觉得眼前一闪，
原本站在面前的人已然站在他背后，冰冷的气息瞬间覆没他的身体，挥剑的手被握住，反扭抵上脖子，再一划，李逵便被他引以为豪的锋利武器划开了喉咙。下船的时候动作慢了，被后头挤过来的人郝玄给推到河里去。白岩好不容易站稳脚，盯着脚底下的浑浊江水，一团气鼓在心底，蓦地回过头瞪向推他的人。可这人丝毫不以为忤，抬高下巴，气焰分外嚣张。没见识的村妇，看什么看？你挡老爷我的道了，知道不？快闪开！白岩的确是一身妇人装扮，加之接连好几天赶路，已有数日不曾换洗衣物，脸色灰暗，又一身风尘，看起来和个刚从田地里劳作回来的村妇无甚二样。难怪乎这人如此叫他。若是2年前的白岩，肯定气冲冲过去，劈头便是一掌，好证明他的功夫并不是学来好看的。可这2年发生的事情太多，已经把曾经那个骄纵任性的小姑娘慢慢磨成一个懂得收敛性子的妇人。白岩瞪了这人2眼，起伏的胸脯很快便慢慢平复。他垂眸默默退至一处，让这人先上岸。他好不容易才跑出云南，只想一路顺利向南，并不欲多惹事端，耽误时间，这才会如此忍让。这人见此，哼笑一声，做作地撩起衣摆，得意洋洋地走过白岩身前，迈出一只脚，正准备上岸，结果脚下一滑，身形一矮，扑通掉河里去了。周边的人偷笑的不少，等这人喝了好几口河水，提着嗓子大叫救命，才陆续上前助他上来。白岩站在原处发愣，因为这人离得很近，又正好垂下脸，所以知晓这人并不是脚滑掉下去，而是在他迈出一条腿的瞬间，某样东西从船里飞出，打在他另一条腿上，才会导致他滚落河中。白岩扭头朝船舱望去，一个把斗笠压得很低，看不清脸的粗鄙村夫正好从他眼前擦过。白岩又是一愕，尽管只是一纵即逝，可斗笠遮掩之下露出的尖尖下巴却勾起他的千丝万绪。等他回神时，这人已然走远。白岩一急，推开挡住船头的人，不顾一切上去追，正好把刚刚爬到岸上的某人又推回水里。小江，小江！无论他如何追赶，那人离他却越来越远。秦淮河畔茫茫人海，一个趔趄倒在地上，再起来时，追逐的身影再不见踪影。小呆瓜！声音划破喧嚣的街，却唤不回早已离去的人。悲伤浸湿眼眶，苦涩再次涌来，他只能无助地抱住包袱哭泣。他一路向南，再往南，再往南，直到江南。那人心心念念的江南，他未来过，可他曾经答应过要带他来，他不会食言。只不过如今前往江南的路上只剩下他一个。白岩擦干泪站起来，抱紧包袱，摇摇晃晃地前行。小呆瓜，我现在在金陵，据说这里的山埋着数不尽的金子，所以才会叫这个名。这里是六朝古都，最有名除了美食美景，便是十里秦淮六朝金坟了。人生在世，如白驹过隙，忽然矣。当明日成今日，今日成昨日，是否还复当年明月？1年之前还默默无闻的逍遥堂的壮大，武林盟主周岩之死，给原先看似平静无波的浩浩武林填入不可预料的动荡转变。正所谓国不可一日无君，武林门派不可一日无主。周岩的突然死亡固然令人震惊，但在这种时候，往往才最需要一个能够主持大局的人。
下一任的盟主还未开始选拔，早已布满在边陲之地小打小闹的逍遥堂的势力已经蔓延至中原，剿灭不少门派扩张势力的逍遥堂堂主甚至还扬言武林再无人，武林盟主之位非他莫属。对于这类不遵守江湖规矩的邪教，自诩正派的江湖中人当然欲除之而后快。只可惜现在他们群龙无首，若不能有一个人带头发号施令，聚集各大门派一同前去围剿，其他门派都怕自己成为送上门去的肉包子，而宁可暂先旁观。说穿了，这些所谓的名门正派不过是聚众仗着人多打架斗殴的团伙而已，当务之急还是先选个新盟主。至于逍遥堂，便先让他们再多蹦跶几日，届时整个武林去围剿一个逍遥堂，就不信还会输。没有人相信逍遥堂主真的会出现在武林盟总坛，都当他说了几句废话而已。毕竟不论如何，就当逍遥堂主真是一匹狼，混迹羊群中也只有被踩死的份。可是选拔当日，逍遥堂主还真的来了，且其他门派的这些羊们也只有干瞪眼的份。邪教与所谓的名门正派的最大区别在于，邪教只要能成功，过程向来是不择手段，而名门正派更在乎道义德行这一层皮，为此甚至宁肯丢却一条性命。当然，真正在乎道义这层皮的人还是少数，大多数人都是披着羊皮的狼，为了利益和目的干出的龌龊事，比邪教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这次他们都没想过逍遥堂主真的敢来，并且还是大摇大摆的来。正因为没想到，所以几乎没有人想到在武林盟总坛上有所防备，也因此所有人都中了招，他们喝的茶水中都被投了毒。逍遥堂主如果无人之境地坐上他来之前，各大门派正在拼死拼活想坐上的盟主之位，笑眯眯地问底下诸位，是想拿解药活命呢，还是交出武林令承认他的盟主之位？在这种节骨眼上，就算真是有不肯屈服正人君子，也要顾及其他人的性命安危，顶多也是声色俱厉的开骂。不过逍遥堂主显然不是个好说话的人，让手底下的人给这些开骂的人嘴里又喂了东西，很快这些人便七窍流血，倒地不起了。怕死的人肯定比不怕死的人多，见过这些人的下场，偌大的武林盟总坛再没几个敢口出狂言之人。当然，沉默消极对抗这种挑战逍遥堂堂主李逵耐心的东西也是不可取的。又送几个人去黄泉路上后，剩下的各个门派的人眼中已经出现了退让和妥协之意。逍遥堂主李逵离胜利就只差一步了，可在这时候，一个人出现在武林盟总坛之上，其他门派的人先是一惊，随后更为垂头丧气，因为出现在外头的人看起来不过是乡野村夫，根本不是什么能救他们于水火之中的高手。然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恰恰是这个人不但击退了逍遥堂的人，还在对战之中当着所有武林人士的面一剑刺死了李逵。这人最后因为也被李逵击伤，但还是坚持从李逵身上找出解毒之药，分发给中毒的各个门派的人。吃下解药后的恢复体力的武林中人没有让这个人离开，而是让他先留下养伤，并逐一询问他的出身与师从何处。这人一一作答，可却说不出师傅到底是谁，只说小时候遇见一个老人，说他骨骼清奇，适合习武，于是留下教会他一身武功，等他学成之时便离开了。他一直只称呼这人为师傅，可这位老人留下的一把剑上印有一字为。这次来武林盟总坛只是想开开眼界，没曾想刚好遇上李逵。一听这话，众人哗然，
100余年来，武林独独称得上是剑宗之人，便是手持这把刻有为字的剑的主人千珏老人。千珏老人个性乖僻，行踪一向诡秘，也从不收弟子。此时突然冒出的这人竟是他的徒弟。等真正识得这把剑的人，武当派清虚掌门拿过剑一看，便立刻点头承认剑是真的。唯心剑独一无二，也证明千珏老人曾经以这把剑独步武林的尊崇，无人可以冒充。见过这把剑后，一些在武林中地位较高的人心中多少有了打算。周岩死得太突然，他们之前一直未有过再找人取而代之的念头，导致各大门派的弟子能力良莠不齐。李逵来捣乱之前的比试，看得他们暗中直摇头。而这人在与李逵的一战中，一身精湛的剑术实在让人惊艳，而且又是千珏老人的弟子，足够上台面了。但这些人也只是一想，真正的本事还得在手底下见真章。一些人撺掇他去参加比试，武林中人尚武之风浓厚，只要他能赢得了其他人，武林盟主之位归谁这件事基本算定了。这人在一些对盟主之位无欲的门派掌门的指点下，一脸懵懂地前去参加比试。也许现在的人武功真不怎样，他一路过关闯将，最后竟真击败了所有对手。当他击败最后一个挑战者时，在比武台上持剑环顾一周，看着台下的武林中人，略显腼腆地笑了。黑黑的眼睛在阳光下折射淡淡的光芒，格外赏心悦目。新一任的武林盟主便这么定了。这位走马上任的新盟主的名字叫江颖。甄选武林盟主的大会，任鹏飞找了些借口推脱未去。可等新一任盟主的名号传至都尔城时，他心中一沉，竟不知这一次没去武林盟到底是对或是错了。